入口的风味跟现在尾韵的风味不一样，现在尾韵好像海鲜哦。以前我们在做荤食料理的时候，就是需要脯氨酸、还有肌酐酸、鸟苷酸这些的。刚什么东西？我们今天这个料理是完全不会藏私，就是把原本的食谱就公开出来了。对，就是我原本在五口小厨卖的。Hello， 欢迎来理财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又来到我们来跟主厨学到菜的系列。没错。那今天来到这个主厨呢，他在台北有2间餐厅。对。这2间餐厅是我们2个只要回到台北有机会就一定会去吃的餐厅。对，还有时候会让人家想念。他最让我们钦佩的地方是，他可以不断的研发、不断的创新他自己的料理。那他就是我们的五口小厨跟无所养食的 Rex。我终于来了。OK， 我们终于邀请到 Rex 来跟我们拍摄一集来跟主厨了。听说这一集2年前就答应了，我们看一下回放画面。这个单元叫来跟主厨学道菜，然后交给我们观众一道底的私房料理吧。OK 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今天终于瞧到时间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？我们今天要做一道就是在五口曾经卖过的一个小饭料，叫松前漬。松前漬其实是北海道松前郡所产生的一个腌制料。大家都知道日本都是海鲜类比较多嘛，为了要保存的部分，所以会有很多腌制料理。对，所以他们也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属于当地的腌制法。OK， 那我们第一步先做昆布高汤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要仿一下那个海鲜口味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海鲜的食材，就是海里面的东西。然后海里面素食啊，基本上就是昆布，对。然后昆布刚才我们已经有先泡发一些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原型，它上面会有很多白粉，这个不要把它洗掉，它是鲜味来源。对。然后我们先前要先泡，如果有时间越久越好啦，就大概可以泡个1-2个小时。等下这个水我们会拿来煮高汤，然后我这边会多一个特殊的做法，就是因为我们正常在做昆布高汤，我们会最后昆布的这个泡完之后，我们会加柴鱼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加柴鱼，我们做炸金针菇，然后去替代柴鱼的鲜味。对，所以我们这边用一些金针菇。其实我们在做蔬食，很大的鲜味来源就是来自昆布跟菇类，还有番茄。其实这3个是最主要的，我们做蔬食的鲜味来源。番茄也有。对，番茄会有什么的？它其实就是氨基酸。以前我们在做荤食料理的时候，就是需要脯氨酸、还有肌酐酸、鸟苷酸这些的。刚什么东西？这就是跑过去了。一些小段落，大概这样3刀。对，不用切太碎，不用切太碎。然后等到油温上来嘛，还是我可以冷油？冷油边。对，我边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然后也要煸到它干。金针菇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那个效果，是它的那个粘稠感很多。对，粘稠感很多，我们基本上要煸到那个粘稠感消失。然后我们再下完之后，直接加盐巴，加一些盐巴。我们一样，盐巴其实不是调味，是出水。对。我们今天这个料理是完全不会藏私，就是把原本的食谱就公开出来。对，就是我原本在五口小厨卖的。对，就是那时候其实很多客人喜欢，但是那为什么要把它撤掉？我比较任性一点，就我会时常换小饭啊。对，就是相信从一开始支持我们的，大家应该吃过至少有10几种小饭。哇塞！包括最近也有一个韩式炸酱上市。我很喜欢之前有一个美乃滋南瓜那个。金瓜美乃滋。那个真的超级好吃。这些创意来源到底怎么来的？因为你同时要身兼老板，要管理员工，然后又要同时开发菜单。其实玩很重要。玩嘛，你就出去玩嘛。出去玩哦，不是玩食材哦。玩啊，看东西啊，看艺术啊，看漫画、打电动啊，看电影啊。全部都是你的灵感来源。对，其实生活这件事就是料理之于生活，生活之于料理啊。开拍之前 ，Rex 就跟我们分享说，他很多的食谱是在漫画里面看到，然后再去变化的。对。我有时候也会这样，我会看韩剧。对，对，我会看我的来源有时候是韩剧。对，这样就变得很漂亮。OK， 可以把它夹起来吗？可以，就先滴一下油。那我们这个油也等一下可以这样直接倒过来，等一下可以用。这是精华。所以刚刚就直接倒就好。进来就好。对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，等一下会稍微花一点时间的东西。我猜烤这个。没错，我们要烤甜椒。烤甜椒。这个技法其实只要是做西餐的应该都会。西餐都有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是要烤甜椒皮。
要把那个皮烤掉。我看国外都会直接在那个就是烧烤炉上面，就是任何辣椒啦、青椒啦，就是全部放在上面，然后就把它变烤得跟黑炭一样。对，就是越黑越好。那像这火不强，基本上我会直接放上去，就放上去。在家里其实也是一样，家里也可以直接这样放，也可以直接放着，因为家里火其实没有很强。如果是餐厅的话，可能就会太黑。火现在是这样往外绕，所以它这边会先上色，然后我们就稍微翻面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烤的过程中还是要让它出水。因为等下我们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温度，我们火不能太强，加热太快的话，就是焦太快，它里面不会熟。我懂你意思，反正就是慢慢烤。对，烤到它里面整个已经软化了。对。之后等下再把外面的皮把它扒掉。其实现在烤到这样子啊，有很明显它有没有这样夹起来很黑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都会燎燎的，然后你就觉得那个皮都翘起来。很像烫伤。对，碰趴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你夹子夹它，你也很明显，其实它已经被夹扁了。它已经就是软的状态。然后所以烤到成这样子啊，就是中间这些没关系，等下我们慢慢把它洗，我们要把外层洗掉。但现在一个做很重要的动作，我们找一个热克，然后它一没有烤火，它马上就冒烟。其实这烟其实我们做菜也很重要，冒烟都是蔬菜在出水。为什么是一没有烤火会开始冒烟？不是在烤的时候会冒烟？它烟会烧掉。对。哦。然后这个水汽一直在用，我们在这时候要赶快盖起来，它里面就会焖煮。用焖的。对，然后焖煮这个过程嘛，有点像黑糯。黑红糯，好。对，就这样把它等下会变更软。对，然后就这个过程就，对，然后就让它放着。其实这道菜其实要有一点，如果假设你晚上要吃，最好是中午做，有点久。对，给它点时间，对，它其实越久越好，让子弹飞。对，让子弹飞一回。等于说现在这样子，甜椒也会有个烟熏味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下它的那个甜椒，它本身会产生一个很特殊的烟熏味。好，所以下一步就是来煮高汤了。对，下一步我们就来煮高汤。这样是几片昆布啊？我是1000 cc， 我会加到100到150克的昆布。那蛮多的。对，其实蛮多的，因为这个干的很轻啊。对。如果不介意昆布粉的话，其实用通纳西就好了。通纳西其实就可以取代这个东西。我们要煮它一下。直接上火煮。直接上火煮。然后煮到滚吗？对，煮滚，然后煮滚之后3分钟。其实日本的这种调味料，昆布啊、味噌这两个有它的特色，就是我们不能煮久，煮太久。对，其实它鲜味、香味其实都会跑掉。它后面好像会变腥味，对不对？我记得煮太久它会变腥。等一下这个煮好之后，我们就会再放炸金针进去煮1分钟。炸金针进去煮1分钟。对。所以炸金菇不是放在上面吃的？不是，因为氨基酸这种东西很有趣，它是结合之后它会有相乘的效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氨基酸跟它的氨基酸其实是不同东西。是。对，但是它结合之后它会相乘，它的鲜味会乘上去。对。然后现在已经滚了。现在已经大滚了，然后我们就是稍微转小火，然后不要让它持续滚，煮3分钟。对。转中小火这件事很重要因为烟其实一直会带走所有营养素跟鲜味，还有香味，所以说我们要让它保留在里面。对，所以不要让它大滚。哇，它的颜色跟刚完全不一样它现在完全变绿色。完全变绿色，就很鲜的味道。不过严格来讲，我这个确实是有比较浓的，因为我等下是要腌菊络。了解，所以它需要浓一点，让它去吃味道。它的味道现在介于鲜跟腥的中间值。如果你今天不是要腌东西的话，你的那个昆布的量就在减少一点。对，要不然你会觉得太臭臭。对。但臭臭的啊，因为你要做鱿鱼，对，所以可以。它需要有一个腥的味道，所以它现在有一点，但是它没有到那么腥，它还是鲜味居多。然后我们就重新让它再加热，然后就把刚炸的金针菇倒进去煮。滚了之后，滚了直接下，1分钟就好。然后一样稍微让它小一点。1分钟就关火吗？对，就其实我们就是完全照我们怎么放柴鱼。它味道不一样了。会整个会中和掉。1分钟就关火。对。OK。好，现在就来处理蒟蒻。对，然后我稍微讲一下，蒟蒻其实它是植物，然后植物磨粉之后，然后再做成的一个健康食品。但是我们在正常我们不会自己去做，我们会去买加工的。所以加工会有个问题，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臭味，碱味。对，那个碱味很重。然后所以我们要先洗过，在家里用在水龙头上面洗就好了。对。然后要用热水是吗？现在的这一锅是用点温热水。那我要洗几次？在家里其实洗至少2-3次啊。对，我就示范一下，那这边就是示范一下而已。我要搓吗？还是对，要怎么稍微搓，这样做？对，稍微搓一下。
这水，因为这是春雨的形状，所以我们会搓一下。我们陆比快烫死了。好，那这洗完之后啊，现在就把菊络拿起来。洗好之后，好，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水里面都加一些盐巴。原因是什么？一样都是带味道。就像煮面的时候加一点盐巴的意思。大概煮多久啊？煮1分钟。其实也没有很久，烫一下。可是原则一样，就是你食材下去，温度一定会掉。对，一定要等它滚，再开始算时间，你的时间才会准。刚才蒟蒻已经烫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腌制蒟蒻，最后开始要调味。好，腌制它嘛。对，这高汤啊，通常我的比例是3:2:1。3:2:1。对。你说高汤3。高汤3，酱油2，然后味淋1。哦。对。那我的蒟蒻是多少啊？蒟蒻基本上你只要腌过它，腌过你的蒟蒻就行了，因为它基本上蒟蒻不会稀。我酱油有要选什么样的酱油？日式调味基本上还是希望有找得到薄盐就用薄盐。好，刚才这个煮滚了，然后因为它的蒟蒻其实，因为酱油其实一定要煮滚，你煮滚它才会它的味道才会变化，才会升起。好鲜哦！蒟蒻在浸泡途中，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可以洗刚才烤好的那个红甜椒。这个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。它现在焖好了。对，它现在正常，它应该是软软的。通常我们要焖多久啊？原则上至少1个小时。好香哦！至少1个小时。其实它就会呈现这种有点软软的状态。还有什么样的蔬果可以这样子处理？刚说茄子嘛。对，茄子，然后辣椒好像也可以。只要是这种硬皮的，就是它外面会有一层皮。它这洗有什么技巧吗？基本上就把它搓开就好了。哦，它下去就会开。对，它下去就会开的。就它外面是脆的。对，它就很脆的。在家里做都可以在流水下，如果家里有那个，就比较快。然后因为这个不会再加热了，所以建议都在用生饮水。Ruby 还没有做过这个，对？我有做过一次，我是做那个料理鼠王的那个对，然后它的酱我就是用烤过的甜椒酱，对。但没有烤成这样。有烤成这样，但是我是用烤箱。现在用烤箱。对，所以我刚才问说烤箱跟直火差在哪里？做寿司的话，通常是烤箱。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油脂。所以我的方法反而是对的。对，我们用烤箱做红甜椒酱的话，我们橄榄油淋在上面，加一些盐巴，它在经过烘烤的时间，它的味道层次会跟它会比较适合变成配角。不会那么的跳。那么强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洗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洗完的话，我们就要把它切丝。然后像我的习惯，因为它很软，我通常都是会用剥的。而且它里面还有籽。对，我会直接那个籽，你看直接是这样剥，它就掉了。地头。对，这个地头，然后先把它撕开，一面先扒开，让它变摊平的这样。对，先把它摊平。我们基本上切菜尽量要学会前推，就是会有点那种感觉。有人是往回拉，对不对？对，往回拉也可以，就是要有点锯的感觉。这样子你的食材它就不会是挤压，它会是切开。就是滑下去的意思。对。切完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切昆布。然后啊，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切菜一样，昆布一样有纹路。所以像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它好咬，我们就可以逆纹切。我们想要它口感 Q，我们就可以顺纹切。所以看我们自己想要的口感。原来昆布也有。这就给我们Ruby决定。来，各位想吃好咬的还是逆纹好了。现在下一个步骤是把它放进去。对，我们这昆布也切好了，然后它其实有一点粘稠，所以等下我们在拌的时候，它会有那个粘稠感，勾勾的感觉。对，这种我们要大一点的。好，这个现在我们就要腌刚才这个红椒条，就把它拌一拌。先把它用，然后我们这样加调味料。调味料有这个比例啊，其实跟高汤其实是一样的，3:2:1。一样，刚的高汤。就是腌那个蒟蒻的。因为我们这个啊，其实是拌味道，所以说我们不要那么多液体，所以我们只是要把味道拌进去就好，所以我们水不要太多，就是液体调味料不要太多。3匙。对。好。我们再加一些橄榄油，然后这个橄榄油是我自己用龙眼木去烟熏出来的橄榄油，所以我如果单加橄榄油也可以。其实也可以，就是其实我要的是那油脂感，烟熏味只是加强，因为毕竟我在店里贩售，我还是需要它有点层次。对，所以说我会加一些橄榄油，油脂感可以让我的入口感是回来的。本身它的昆布会有那个
那个粘稠感嘛，对，那个汁液跟那个油加进去。我们现在是快速的拌一拌。如果说你有戴手套，其实可以用手套抓一抓。它在拌的过程中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它会慢慢结合。对，你会看哦。它的汤汁会变勾勾的，液体变略稠。搅拌完了，基本上它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要静置大概，如果你赶的话，1个小时，至少1个小时。要再静置1个小时，让那个味道吃一下，密封起来，冰箱。所以那1个小时要在冰箱里面。冰箱，因为它毕竟还是属于腌制类，然后它温度低一点。然后等下我们再吃的时候，它是热饭配冷料。好，了解。所以等下就是把它都组合在饭上面之后就完成。没错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这已经腌制1个小时了，就来组装它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先放蒟蒻，然后上面再放这个。对，然后基本上刚刚我们腌制过，它的浓稠感会越来越重。这好美哦！这样就完成吗？然后最后我通常会再加一点酸味。酸味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巴沙米可醋。巴沙米可醋，直接淋在上面。对，淋在上面就好，因为你等下其实会稍微拌一下。对啊，如果你真的家里没有这个话，其实就柠檬，对，柠檬很好。OK， 所以这样就完成。好，开吃。一入口的风味跟现在尾韵的风味又不一样。现在尾韵好像海鲜哦。我刚刚一口吃嘛，从米饭，然后咀嚼到上面的春雨，中间会有那个红椒化开的口感，最后咬到的是昆布条，嚼劲会比较多，一层一层堆上来，好像真的到北海道去吃海鲜的感觉。它其实每一个食材的 Q 感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你的口感会很丰富。刚我有个画面没有拍到，它这个蒟蒻其实有拿剪刀在做一些剪，然后在上面会比较好一口吃，不然会变太长一条。然后摆盘的时候，最后会再加上一些海苔跟白芝麻撒在上面。如果有吃辣的话，其实家里的辣七味粉或七味粉，其实都可以加。这个汤头后面那个汤头高汤，如果直接煮了一坨面下去拌，也会很赞。我其实很想要直接沾面。对，其实也可以沾面，然后或者说你泡任何蔬菜其实也行。刚刚提到说5口小厨的老顾客可能吃过10几种小饭，他就是会一个不断在研发、不断在创新，突破自己的料理人。所以我们真的预约他来拍这一集，来跟主厨预约2年的时间哦。谢谢。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能够学到这个北海道松前制。那喜欢这篇的节目，订阅、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哦，拜拜。还有喜欢 Rex 的，真的很值得去5口小厨跟无所洋食试试看。谢谢。无所洋食大推他们家唐扬鸡，真的会吓死，唐扬鸡真的会吓。如果没有看过的点这边去看。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